嗨，我是花板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这种人，就是你们认识之后聊聊，觉得很聊得来，很亲近，然后讯息他也都会秒回哦，甚至你们每个周末都会出去约会哦。可是每次你问他，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啊？他就说，哎呀，不要想那么多，顺其自然啦。但是经过了半年，就一直还只是吃饭的朋友了。我发现这样的案例越来越多了，有可能你遇到的是回避型恋爱专业户哦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。我们现在解释什么是回避型恋爱，指的是一种恋爱模式，它会刻意的回避亲密的关系，会避免过度依赖对方，不要进入一段太深的情感。我好像你突然理解了，还是你自己就是吗？那我是因为我很常听到这个词，但我没有去查那是什么。哦，你说你常常听到回避型恋爱这个词，但你没有多想这什么意思，然后现在突然发现自己是因为我之前单身4年，但我其实一直有约会对象，但我就都没有在一起。没有在一起是你不喜欢他们，还是其实你喜欢，但是你很怕更靠近一步？对，我觉得不用这么亲近。你怕什么？你怕产生依赖的关系？我怕我的生活有巨大的变化，然后我觉得太喜欢他，到时候会不太好。是哦，是不是有点渣？我觉得这跟渣不一样，很多人一定会觉得这是渣男渣女，可是我觉得渣男渣女是他一开始就是要渣你的，懂我意思吗？我没有，那是预谋犯案。我本来就是要来糟蹋你的，所以我是故意跟你保持距离，然后故意要玩你的，我要享受亲密的关系，但我又不负责任，这才是渣男渣女。可是回避型恋爱，他不是渣男渣女，他是没有办法，因为他会怕，所以每一次靠近之后他又后退，然后这次约会如果又更好之后，他又觉得要再保持一个距离，他自己在拉拉扯扯，心里的坎，对，他过不去，他怕对你产生更多的依赖或依恋之后，他无法抽离。那无法抽离的那个现象是他害怕的，所以他保护自己，于是他不断的后退。可是他又是真的喜欢你，所以你们就一直保持这样子。就是我会觉得我依赖别人好像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对啊，就是你会怕，你会想要保护自己。所以我是我现在才知道你是，但我知道被冠上这个名词的人都会让另一半没有安全感。对，也很难追甚至交往了也一直觉得你好像若即若离，一直跟我保持一个距离，我好像一直没有办法跟你很交心这样子。而且我会觉得这种一直要靠过来的人，会觉得你会想要把他推开，对，因为你会想要有一个安全距离啦。然后那个安全距离通常不是大家认定的男女朋友之间的距离，会有一点多。我以为我是很慢热，所以才这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讨论回避型恋爱，因为有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。他快到了，开始靠在你身上。对嘛？干嘛靠过来回避你哦？所以回避型恋爱的人，他可能有哪些点？顺便小编也自己确认一下。第一点是，明明就天天联络，却说我们只是朋友。我还会跟对方说我很喜欢你，但如果他自己误会，我会觉得那是他的问题，因为我的喜欢就是我很喜欢你这个人，但没有到爱。乱告白啊，这个还好吧？然后又自己有自己的解读，乱撩呢。对，我就是真的很喜欢他这个人，我想要告诉他，但是我没有觉得有到爱到要在一起啊。如果我很喜欢你，我跟你讲，你也会很开心吧？对啊，然后就又被你推开啊。然后他就觉得说你说什么喜欢我，然后又不出来。好啦，这只是说每个人对喜欢的定义不同。我喜欢你，但我没有非你不可，或没有要黏成那样。对，我喜欢你啊，但我想保持一个距离的喜欢。而且我讲出来是为了让你开心，好不好？结果他并不开心。没有，他听到了当下也很开心，他自己睡前胡思乱想。他是误会了什么？他自己胡思乱想，不是你说了什么才让人家胡思乱想。听到了当下很开心啊，他自己睡前回去想就会觉得，那是不是喜欢我？这样是什么意思？他是不是爱是我主动？对啊，所以很容易会被误以为是渣男渣女。我一开始听也，可是其实他们很真诚你有发现吗？对，他很真诚他没有要掩盖他的喜欢，他想告诉你，我很喜欢你啊，我觉得你什么什么很好很棒啊，或者我很喜欢跟你出来吃饭，对，然后今天跟你在一起真的很开心，然后你真的好好哦，他们好真诚然后为什么却被误会成渣男渣女？因为他如果晕船，或是他突然来势汹汹，我觉得你就会后退了，或甚至跑掉，然后他就觉得今天怎样？不是你说你喜欢我吗？他就觉得你渣，对，所以这是不是误会一场啊？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了解一下回避型恋爱，了解一下到底是回避还是渣。对，回避跟渣不一样，我们区分开来。所以他有可能会早安、午安、晚安，嘘寒问暖都没少哦。然后你们的交流甚至就像男女朋友。结果你想要跟他确定关系，说，我们这样是不是情侣啦？因为你觉得你跟他很像男女朋友，可他却一直定义说没有啦，我们只是朋友啊，你干嘛想那么多？对，你们连交往的这个名都没有，可是你们可能所有男女朋友该做的一切都做了，手也牵啦，什么都有了。这样真的会被人家误会是渣但是他心里的那坎过不去，或者是第二种情况，就讯息秒回，可是一聊到感情核心，他就回避。就例如你每次只要一聊到说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聊一下我们的关系？有些人就会说，我最近工作很忙，我们之后再聊。然后他可能就先消失一阵子，或者是那一阵子就很忙碌，就约不出来吃饭什么。就是他把你们距离拉开，因为一旦你想确定或想前进，他就后退。我以为我是因为很慢热才这样，我想说他这么快就进入状况了，可是我还没。如果是慢热，那你只是需要更多时间。可是如果不管多少时间，你都想维持在现在的距离，那就不是
慢热啊做好，因为慢热再怎么样炖久了也会熟，那你都不熟你还关小火。我们关系已经变这样，那就很难再好好出去吃饭啦，所以就换人。因为他太靠近，然后你觉得这样开始尴尬了。他一直想要一个答案，但我给不了。就是你一直想要一个答案，然后我没有办法给你，那不如换一锅。所以这不是慢热，是你不想要它熟。对吧？不然你干嘛换一锅啊？对啊，然后甚至同一锅你会转小火啊，因为你不要它熟啊没。有快果了还加冷水，你在煮水饺是不是？我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我不知道。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心理状态，害怕进入一种高度连结的关系。但我觉得我依赖别人的样子，我很不喜欢。你不喜欢那样的自己，所以你想保持一定的自由之身。对，可是你又没有要完全单身，你又想要保持一个快乐的、有距离的关系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没有错，你必须找到一个对方也这样想的人，你们就会很舒服，因为你很需要这个人空间，他也很需要，然后这样就会很舒服。就是几天只见面一次，或者我们只有周末约会，然后平常不用那么黏，各有各的空间，然后我也没有管你那么多，那这样就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。可如果他不是的时候，你就会跑掉。对，或者他是你不是，你就会觉得你被渣了，我会觉得很痛苦。对，甚至你会很痛苦，觉得我哪里不好，我哪里怎样。对，为什么要针对我？对，所以这就是你要找到一样也是这样的人，大家就是一起互相回避，就没事了。在玩那个躲避球，打不到。所以3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互动像情侣，但其实没名分。有一个粉丝私讯我说他说他每个周末都跟某一个男生约会，圣诞节他们还一起过，跨年还去看烟火，而且都是手牵手。等一下我是不是一直押韵？但是一起去看烟火，而且都是手牵手。对，那这不是男女朋友吗？这就是啦。没有，那是约会而已，只是约会而已。那你怎么手牵手？可是你手牵手嘞。好，然后后来这个女生就鼓起勇气问说：“我们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呀？现在这样算在一起吗？”结果那个男生就说：“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样子就蛮好的啊，为什么一定要定义关系？”可是他们周边的人都已经觉得他们是男女朋友了。但是那个男生就是不把关系定下来。那他继续追问的情况下，这个男生跟他说：“我之前有受过伤，所以我现在想要慢一点。”是不是听起来很合理？没有，我觉得就是也是委婉的拒绝。你是觉得这样是被发好人卡，是不是？对，算是。可是就会像小编刚讲到，我只是慢热，我想要慢一点，这是我的步调，我不想那么急。我以前受过伤，他定义这是我的步调，你太急了，是吗？是吗？对，怎么办？是太急啦！如果对方每次问我都觉得他太急了，可是我觉得喜欢的话，你真的确定喜欢，就是会想把他扑倒。对，对，搞不好已经有扑倒了，你就在一起啊。但是他们的名分就是没有到那样。可是你扑倒了还没在一起，这真的有一点不太行会吗？现在不是很流行这样吗？就是对啊，就看双方怎么想，就是关系都可以到那里，可是我们的名分没有到那里。就女生如果想要名分的话，那你就要自己退出，对，就很痛苦。那如果他觉得这样子 OK， 他也 OK 接受，那其实他们也可以。所以前提是找到步调一样的人跟想法一样的人，不然一个要走，一个就退，真的会很痛苦。我不是说回避型恋爱有什么问题，而是那你也要找到2个都这样的人，不然另外一个人真的会很苦。所以像这个粉丝就是说，他就觉得很痛苦，没有办法得到一个真正的关系，然后又被他用一个理由推脱说这就是我的步调，然后我想慢一点。那你的慢是多慢？所以我们有可能这样3年，然后都还没有确定关系。所以我觉得你就设一个停损点，半年还是3个月就走。对，因为他的步调也有可能就真的是，我就一直想维持在这，我也没有要更进一步了。就是他给自己停损点，可是他还是离不开。对，因为男生又对他很好，可是对，当他对他好的时候，他就会陷下去。问题就在这里，就是这个男生其实也很好，然后你们也很聊得来，然后你们各方面都很 match， 然后你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伴侣，然后他就只是卡在这里而已，你也不想放弃他，所以很多人就是卡在这个状态啊。我想跟你在一起，可是我们又只是一个暧昧关系，那怎么办？只能设停损点，因为他就是想保持这样，变成你要把主控权拿回来，就是你愿不愿意保持这样？你不愿意，你想要更进一步，那他确定不想更进一步，那是你要做出抉择啦，因为想改变的是你嘛。不是 push 他做决定，因为他已经做决定了，我想停留在这里。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不要被对方牵着走，而是你自己要做决定。所以呢，谈这种恋爱之前，最好先问自己一句：你是想谈恋爱，还是想当心理咨商师？你是想陪伴他一直保持这种关系，然后互相打躲避球，还是你想要一段真正长久、稳定、更加亲密、更加紧密的关系？这个是你要问自己的。怎么这样听起来我好像是个很不值得留恋的人？不是，是你们想要的不一样而已。对，不是你不好或不值得留恋，而是你们想要的不一样，就只是这样而已。他无法进入一段真正的关系，是他自己要面对的问题，而不是来制造成你的人生问题，变成你的痛苦。所以他想要维持这样，是他自己要去找可以跟他达到平衡的伴。那你不用勉强你自己配合他，如果这不是你想要的，我觉得重点是搞清楚这个。那请观众回答本集的问题啦，你们遇过最扯的回避型行为是什么呢？我觉得很多人都有遇过这种你想要更进一步，然后他就跑掉的情况，有没有什么实际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吗？你觉得要如何对付这种回避型的对象啊？还是你会觉得干脆就放生比较好呢？本集可以推荐这些会员影片，1秒看透水瓶座男生女生，因为我觉得水瓶座超会回避的，对，超级，不好意思，我本人就是水瓶座。可是以我自己
己水瓶座来讲，我会觉得我是不够喜欢的时候，我才会那样。我人生遇到的每一个水瓶男，我全部都喜欢过，但我没有交过水瓶座的男朋友。因为你被回避了吗？就没有很想确定关系啊，就没有那么喜欢。好温柔哎、不够喜欢吗？水瓶座就很有魅力，若即若离，然后又很神秘，让你觉得你怎么都很不一样，而且他知道的又很多。对，然后又很幽默，能动能静，能文能武。糟糕了，我真的爱死水瓶男，但我没有交过。很多人都被水瓶男、水瓶女整死了，可是都没有办法把他搅起来。不要想驾驭他，他是风一般的男子女子，抓不到，不要抓他。看一下网友们怎么对付。对，建议看一下，因为这个是用我自己水瓶座的立场告诉大家的，怎么看透水瓶座男男女女，基本上他们就是回避型恋爱专业户啦。然后还可以看一下这一集恋爱辜负别人的意义，就是你是不是很觉得其实他也对你很好，然后你也不敢跟他提出分手，或者是你也不敢退出这段关系，可是你又很痛苦的话，你可以看一下这一集，就是辜负对方有时候是有意义的哦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。